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 Chrono 亚洲。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 Chrono 亚洲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Chrono 亚洲成立于2013年10月，由陈英明和张忠明联合创办，是企业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故事起源于2002年11月，一间名为 ADIC 的美国企业数据管理公司，为了把业务扩展至东南亚，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 ADIC South Asia Private Limited。当时的创办人之一张忠明正式担任 ADIC South Asia 的区域总监。这段期间，另一位创办人陈英明，由于当时任职的公司 Computer Associates 与 ADIC South Asia 在东南亚建立了商业联盟，因此结识了张忠明。ADIC South Asia 于2004年在马来西亚成立销售办事处后，就开始把业务扩展至菲律宾、印尼和泰国。2006年，美国的一间科技公司 Quantum Corporation 收购了 ADIC。ADIC South Asia 也就改名为 Quantum Storage South Asia Private Limited QSA。Quantum Corporation 是一家企业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专门从事企业数据管理基础设施技术。QSA 自2007年开始与 Quantum Corporation 签订战略营销协议，为东南亚地区的终端用户提供Quantum品牌的备份、存储和恢复解决方案。随着 QSA 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陈英明意识到企业数据管理在该地区的积极前景，便在2011年9月收购了公司的权益。2012年开始，管理层通过2010年4月成立的子公司 Chronicle Singapore 开发属于公司的第二个业务——企业数据管理托管服务 EDM Managed Service， 用于应对中型市场领域。2013年10月，公司成立 Chrono 亚洲 Chronology Asia Sdn Bhd， 并在2014年6月前完成了子公司的收购事项。随后 Chrono 亚洲于2014年12月在大马股票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0176 Chrono。从2016年开始的3年间， Chrono 亚洲分别收购了位于印度、香港和台湾的 Quantum Storage 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 Quantum Storage 公司部分股份，将业务扩展至亚洲多个国家。2019年4月，Chrono 亚洲完成了 Sense Solutions 位于新加坡的收购项目。Sense Solutions 的主要业务为提供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方案和管理信息技术服务，在菲律宾也有业务，有助公司将业务扩展至新区域。Chrono 亚洲在经历了18年的转变，已经从一间小型的子公司成长为在亚洲多国拥有业务的跨国企业数据管理公司。Chrono 亚洲是一家经营大数据相关业务的公司，帮助企业解锁智能城市、数据中心、地理空间、自动驾驶汽车、备份或档案以及云端供应商的相关技术的功能。目前，公司在亚洲多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业务，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印度、中国和香港以及台湾等。Chrono 亚洲拥有2大核心业务，分别是企业数据管理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的基础架构技术以及托管服务。企业数据管理基础架构技术 EDM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是提供包含硬件和软件的 EDM 基础结构技术。EDM 硬件是指用于记录、存储和保留数字数据的电脑组件，而 EDM 软件则是支持数据备份、存储、恢复和还原的过程。这业务是由子公司 Quantum Storage 负责经营，在2019财政年中贡献了公司总营业额的98%以上。Quantum Storage 的客户大多来自公共部门和拥有信息技术预算较大的公司，可以直接投资以拥有和运营企业数据管理基础架构技术。企业数据管理托管服务 EDM Managed Services 是提供全面性的服务，包括企业数据的备份、存储、恢复和还原、运行状况检查、容量规划、远程监视、
和灾害恢复服务，以确保数据安全和操作连续性。这业务是由子公司 Chronicle 负责运营，在2019财政年中贡献了公司总营业额的18%不到。Chronicle 的客户是些通常只有较低的信息技术预算，但需要相同的企业数据管理服务来保护其业务信息的公司。为了迎合预算低的客户，公司将业务拆分成多个不同服务，包括企业存储服务、电脑服务、基础架构服务、备份服务、灾害复原服务、存档服务和混合私有和公共云端服务。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Chrono 亚洲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Chrono 亚洲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3250万令吉增加了68%至5197万令吉，净盈利则由盈转亏，从去年的369万令吉下降了404.58%至负1124万令吉。这一季度的营业额虽然比去年增加了，不过公司却录得了净亏损。其中一个原因是近期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相关的经济和业务不确定性的影响，例如行动管制令、订单延误、客户业务放缓等等，从而增加了销售成本以及销售和分销费用。除此以外，公司在这一季度录得净亏损的最大原因在于固定资产减值，以提供公平、透明和经营资产视图。固定资产减值也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新常态而做准备。新常态是指客户要求的新型需求，主要注重于企业数据管理托管服务方面，以为客户提供新的长关数据解决方案产品和性能。这个固定资产减值是属于一次性的，所以无需担心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业绩。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减少了5.38%至3亿4364万令吉。这一季度的总资产似乎跟3个月前没有多大的变动。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占据了总资产的28%以上。在这个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必须要多加留意，以防出现坏账。还有值得留意的是，公司的流动现金比3个月前增加了，看来财务方面还是不错的。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减少了21.98%至1亿091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主要的变化是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比3个月前减少了接近58%，而银行贷款就有增加的迹象，好在增加的幅度并不算大，以公司拥有的流动现金足以应付得来。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3个月前减少了83.38%至559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减少的原因是公司这季度的税前亏损导致的，相比起3个月前的税前盈利，可是相差了整3500万令吉。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就比3个月前减少了97.98%至64万8000令吉。现金支出减少是由于公司在3个月前购买了固定资产的缘故。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也是比3个月前减少了，一共减少了87.58%至22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主要是因为公司这一季度减少了偿还融资租赁负债以及股息。总结来说，随着科技化的成长，大数据时代也将成为趋势，因为会有更多人使用互联网和电子产品，而这些都会需要到大量的数据，所以储存数据的需求是存在的。Chrono 亚洲由于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在时隔5年后，业绩再一次遭受亏损。只不过，科技时代的来临不会因为新冠病毒而变慢，新冠病毒反而迫使人们加速科技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将业务模式转向科技化。另外，目前的网络骇客攻击频繁发生，企业的数据备份和保护也相当重要。除了保护客户的资料以避免外泄，也必须担保自己的名誉不会受损。所以，以 Chrono 亚洲的业务角度来看，是属于朝阳产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Chrono 亚洲拥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
就好比亚马逊、谷歌、微软和阿里巴巴这4大天王所面对的挑战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